奥斯佩语言是19世纪美国的一部著作，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呢都说这不是给人类看的书。书中就说呢，几千年以来呢，两种文学一直存在于世人的面前，它们被称为神圣的和世俗的，而它们的主要特征区别就在于，前者呢好像是从另一个空间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而后者呢是人向外界传导的作品。其实所谓的圣书并不是经常的出现，但是它们的寿命却很长。因为任何伟大的作品呢，都是每2-3千年才会出现一次，而且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来，他们会无所畏惧地扑向我们。有很多的哲学家呢，则是通过称为进化论呢来寻找人类的起源。于是呢，他们深入研究了人类的细胞、理论、原子。而有些人呢，则是通过一种动物是由另一种动物而产生的来证明人类的起源。但是呢，他们都遗漏了哲学所必须的事实。在奥斯佩语言上呢，将上述的所有理论呢都视为废纸。他坚定地认为，在基础的宇宙中呢，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呢叫贾后瓦，而所有的生物呢都存在于这个神之中，他就是所有生命的源泉。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一位名叫约翰纽伯勒的牙医，而这本书一出版呢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一是因为这本书呢讲述了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史，二是这本书的写作方式。纽伯勒就说呢，这本书是用无意识写的，而不是他自己写的。所谓的无意识呢，就是指一个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他在这个纸张上不停地书写着什么。然而当他写好的时候呢，却发现这是一本关于宇宙起源和未来的书。而书中一共呢是200万字，39个章节。这本书呢很像圣经，同样的也是从创世纪开始书写的。不过它和圣经不同里面却有各个领域的东西非常多，比如有宇宙的起源、宗教历史、哲学以及世界末日的预言等等。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所以纽伯勒说他的身体里当时是寄宿着什么，他自己也不确定，但是他相信呢，那一定是神，因为神让他写下了这些文章，并将其出版。这本书一共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写出来，一般人很难看得懂，它类似于《山海经》的古书的那种方式，而每一句呢都需要理解和解读，而且非常的乱，第一眼看上去就很像古书一样，完全看不懂。很多看过这本书的人都说这不是给人类看的书。那今天呢，让我们进入奥斯佩语言。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不要太当真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那么书的作者纽伯勒又是如何跟神取得联系的呢？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感觉了，他可以听见一些古怪的声响。在1828年呢，他生于美国，他的爸爸呢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曾在威廉玛丽大学读书。那么在美国呢，他是继哈佛之后历史第2悠久的高校。那他爸爸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一所高中做了一名校长。不过他的父亲却对纽伯勒呢非常的严格，就是因为他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声音呢，所以他的父亲根本不相信。只要他告诉他的爸爸说我听见了任何的响动或声音他的爸爸就会揍他一顿。意思呢就是不要让他把自己听到的声音说出去，不然呢会影响到他的家人嘛，还有别人会以为他有一个有精神病的儿子。就是因为纽伯勒的父亲总是因为这件事情揍他呢，所以他从小就把这种力量封闭起来了，即使听到了他也不敢说出来。于是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的学习，纽伯勒就考上了医学院。毕业之后呢，在他舅舅开的一家医院里面就工作了。后来纽伯勒结婚了之后，他以为他会一直就这样过下去了，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告诉他一件事情之后，才改变了他的命运。因为在纽伯勒的妈妈死之后呢，他的爸爸突然之间就相信了这个世界上是有灵性的存在的事情。原来就是因为他爸突然有一天听到了他妈跟他说了一些什么，于是呢他爸才来找这个纽伯勒。那纽伯勒就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听不到自己母亲的声音，但是呢他总能听见另一个人在说些什么。他认为呢这个人呢就是神。于是父亲终于明白了他的想法呢，也就放心下来不管他了。然后这个纽伯勒就开始了调查研究想要知道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为什么总是能够听到这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呢？于是他走遍了整个美国，想要找到一个通灵师来教他通灵。当他找到这个通灵师之后呢，他就询问如何才能够通灵。他说因为我可以经常听见一个声音，而我却什么都问不出来。通灵师就告诉他说理论上呢人是不能够问问题的，你所能做的最多呢也就是让他附体，用你的笔记呢将他所说的一切写下来，这叫无意识书写，那就是我们最高级的通灵之法了。而通灵师呢还告诉他说能够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呢，一定还必须有什么特殊的体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这种体质也可以通过后天慢慢培养。而纽伯勒当时就问他说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呢？
通灵师说，条件呢就是你一定要是干净的，每天呢洗2次澡，不要有任何的情欲，而且一定要节制，不要吃任何的肉类，就像一个出家人一样。那这样过几年呢，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发生变化，而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更是极易被神附身。那么听了这些之后呢，纽伯勒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就变成一个拥有通灵能力的人。他坚持了6年，6年之后呢，在1881年呢，他53岁那年，他终于忽然之间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跟他说，让他去买台打字机。从那以后呢，他每个星期都会被那个神附体，然后就会一直在那里打字，直到1年之后呢，终于有一天神告诉他打完了，让他将所有的信息整理出来出版成书。这就是奥斯佩预言的由来。那神究竟想通过奥斯佩预言告诉我们什么呢？书中的内容非常的复杂繁多，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宇宙中还分为了3界，地球又是怎么形成的，人类是怎么出现的，人类究竟活着是为了什么，还有人为什么会去世，去世之后去了哪儿，等等，所有的一切的解释都有。而且它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解答宇宙的奥秘。所以宇哥呢会分成几集来讲，而每一集呢讲一个大章节，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述奥斯佩预言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书中的世界观，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结构。书中就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3界，一个呢叫 S， 就是精神界代表。那么生活在这里的特点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在这个精神界中有非常强大的高能量。而另一种存在呢叫 Corpor， 也就是实体界，是看得见但是非常弱的一种低能量存在，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世界。还有一个叫中间界，顾名思义就是介于这2界之间的存在。关于3界的详细介绍呢，我们后面会说。在这个3界当中呢，有一个最高的神呢叫贾侯瓦，就是他创造了整个宇宙，包括精神界、物质界和中间界。那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奥斯佩预言整本书的一个框架，它是分为7大纪元来讲述地球未来的景象。书中就说，在造人之后呢，创造者贾侯瓦对人说，你要知道你是我的手所创造的，我赐予你知识、力量和支配的能力，这是第1个时代。但是人类无助地匍匐在地上，无法听懂全能者的声音所以贾侯瓦就呼唤了比地球更古老的天使呢，对他们说，去吧，让人类站起来，并教导他们和理解他们。而天堂的天使于是就降临到了地球上，把人类扶植了。而人类站了起来之后呢，就在地球上开始游荡，这是第2个时代。那贾侯瓦对天使就说，人类在地球上繁衍了，把他们聚在一起，教他们居住在城市和国家里面。于是呢，天使就开始教导地球上的人民在城市和国家中一起居住，这是第3个时代。就在那个时候呢，自我之兽出现在了人类的面前，就对他说，你可以拥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而对你有益。人类于是就听从了自我之兽的话呢，但是很不幸战争就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这是第4个时代了。于是人类身心疲倦呢，向自我之兽就呼救说，你说过我拥有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有益但是现在战争和死亡在我的周边蔓延，因此我请求你教我和平。但是自我之兽就说呢，不要想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带来和平，我来不是带来和平的，而是带来了利剑。所以无论你吃什么无论是鱼是肉呢，都吃下去，不要考虑明天。于是人类就开始吃了鱼肉，变成了食肉动物。当他们吃了鱼和肉之后呢，他们就再也听不到了贾侯瓦的声音，也再不相信他了。于是这就是第5个时代了。那么之后这头野兽呢，分成了4大巨头，分别占据了整个地球，人们跪拜在他们的面前。因为人类听不到神的声音了，于是就开始崇拜这4个野兽。而这4头野兽的名字呢，分别是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他们分割了地球，按比例分配了土地，并选择了常备军呢，以维护他们的世俗利益。当时的婆罗门教呢，拥有700万人，佛教有2000万，基督教有700万，穆斯林有200万。那么在野兽的服务中呢，人类就把生命的1/6都献给了战争，而把自己的1/3呢献给了放纵和酗酒，这是第6纪元。于是呢，神贾侯瓦就看不下去了，他呼唤人们停止作恶，但是人们听不见，因为这4头野兽非常狡猾，他们改变了人类的体质，使得他们的灵魂被遮蔽在云雾之中于是呢，人类就开始爱罪恶了。而贾侯瓦又呼唤天堂中的使者呢，说你再次下降到地球上去去找我所创造的人类，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并告诉他们呢，第7纪元即将要来临了。你们的造物主命令你们从战争中，从食肉的人而变成和平的草食人。
野兽的4位头领呢将被删除，地球上呢将不再有战争，而你们的军队呢将会被解散。从现在开始啊，你们不应该强迫那些不想参加战争的人，因为啊这是造物主的命令。你们不应该崇拜任何的神或者是救世主，只应该崇拜你们的造物主贾侯瓦。凡是从野兽的统治中分离出来的，向我宣誓的人呢，我已经在地球上给了他们我的国度和基础。而所有这样的人将是我所选择的，他们将因为他们的誓言和行为呢而被任职，并在地球上被称为我的人民。对于那些不愿意达成这些契约的人呢，我赐予兽的数字，他们将被称为尤其安人，意味着毁灭者。从此以后呢，地球上将分为2种人，即相信我的人民以及尤其安人。所以天堂的天使降临到地球上呢，就出现在了人类的面前，成千上万的他们呢，像人类一样开始说话，像人类一样开始写字，并传授贾侯瓦和他的工作事宜。那么在接下来的33年呢，天使们准备以贾侯瓦的名义揭示天国的存在，还会公布他的创造计划，目的呢是为了复活地球上的人类，来迎接新的纪元的来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述宇宙中的3界。贾侯瓦就说所有的事物，无论是看得见看不见的，宇宙间没有任何的东西不是它的一部分。他说我是万物之灵，所有看得见的万物呢，都是我的身体和肉体的一部分。因为我的存在呢，万物得以存在；因为我的存在，生命得以诞生。他说，但是我有2种看似不同的面相，其中一种呢是无形的，但却是具有力量，也就是说精神界；另一种呢是有形的，但却是无力的，并被称为 corpor， 也就是实体界。凭借着这2种面相呢，我就创造了所有生命，而生命是有力的部分，而物质的部分呢，则是无力的。我创造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人类。他说我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为了让人类能够认识到我呢，我命令他们给我一个名字。但是人类没有以天上或地上的任何事物来命名我，他们顺从我的意志呢，用风发出的声音来命名我，所以命名为贾侯瓦。贾侯瓦说，人类将看见的世界为物质界，看不见的世界为灵界，叫 S。 居住在物质界的人被称为实体，而灵界的居民呢，则被称为灵魂或天使。贾侯瓦说，我创造了地球，并把它放在了天穹之中。书中的解释，这个天穹就是星球和行星之间的这个空间的世界。接着呢，他说我让人类成为生灵，我赐给他们身体，让他们学习知识，而且呢，我还创造了死亡，让他们可以在天穹之中升华，并继承我的以太世界。于是这个神说我授予 S 世界对于物质世界的统治权，并用它填满了天穹中每一个空间。我将这个物质世界化为无数的地球、月亮、星球、太阳，让他们悬浮在我为他们指定的位置。而我将灵界分为2个部分，命令人为他们命名。于是人将其中的一个部分命名为以太界，也就是最高级别，而另一个部分为氛围界，再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物质界。他说这些就是我创造的3种不同的世界。而氛围界和以太界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具有灵质密度的不同。而我创造了以太呢，并用它构造了以太世界，它是最纯粹的存在。我使以太呢成为所有创造物之中最微妙的，赐予其力量和空间，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能够渗透和存在于所有的事物之中，即使在物质世界中也可以。我赐予了以太统治氛围界和物质界的权利。所以在我创造的最高处呢，我创造了以太界，并使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呢与我所创造的物质界相似。但我让以太界的世界内外都能够居住，有入口和出口，呈拱形和弯曲状，高宽数千英里，并以完美的机制呢统治它们。它们有着不断变化和璀璨的颜色，有可以移动和裂口的山脉。我赐予了它们自己运动的轨道和轨迹，并独立地创造了它们，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世界，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威严。他说我也没有创造出另一个在大小和密度上、组成成分上完全相同的以太界，而是让每一个以太界呢都与其不同。也就是说，创造了很多个以太界，就相当于是以太界也有不同的城市嘛，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呢拥有其无与伦比的光辉。而最上层的这个以太界呢，其实就是我们什么能感知的东西都没有，就像真空一样。但是神就在这里，力量呢无比的强大。他说我在天穹中创造了氛围界的世界，并为他们安排了位置、轨道以及运行，也可以称呼为中间界。这个中间界呢还分为上中下3个小界。他说但是我创造这个氛围界的世界的形状是不定的，没有固定的形态，因为它们处于以太界和物质界之间的状态嘛，它是在一个凝聚和溶解的通道之中。他说我创造了3个不同的密度的氛围界的世界，并命令人们给它命名。这第一层呢被叫阿纪，
书中说啊，以太界中的一个密集区域呢，有时候会降临地球，它就相当于是我们人类所说的天堂的存在了。那一个被称为基亚，它在中间呢密度较小，相对来说就是地狱的存在。还有一个被称为纳布雷，它在最下层，就相当于是这个氛围界的最下层，紧挨着这个实体界的之间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人类之前讲过的，人去世之后首先会来到一个中阴界，那有可能就相当于是这里了。那天堂和地狱其实在灵界呢，不在以太界。我们有形的世界的所有的生命去世之后呢，我们的灵魂就会进入到这个灵界，而不能够直接进入以太界。当然，根据人的这个密度不一样呢，去的界是不一样的。一开始一定是先来到中阴界嘛，那你密度大一点呢，有可能就会到地狱；密度小一点呢，就到了天堂。所以说，人在物质界修行是修什么呢？就是修你的密度你的密度就是你的业力，而减少业力呢，就可以减少密度，这样呢，你去天堂的几率就会很高，有可能是这个意思。神还说了呢，所有这些世界中都是由相同的元素而组成的，就像地球一样，只是呢更加的细致而已。那在地球上，甚至包括了铁、铅、金、水、油和石头呢，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特的，而这些同样的东西也存在于我的氛围界之中。正如我照亮地球一样，我也照亮了许多其他的世界。那么讲到这里呢，奥斯佩预言中的这个三界呢，也就介绍完了。当然了，书中的这个预言呢，还没有被证实嘛，所以大家理性观看。以上呢，就是奥斯佩预言中的三界之说了。敬请期待下一集奥斯佩预言。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